养生侃而谈，健康如约而至。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木子。人一到了中年，就非常容易发福，什么啤酒肚、水桶腰都出来了。那为什么人到中年就容易发福呢？第一个是运动量减少了。到了中年时期，人就特别容易感到疲惫，所以只要有时间，就会尽量的在家待着。那运动量减少了，体重自然也就上去了。第二个呢是代谢能力下降。人到中年的时候，身体的代谢能力就会慢慢下降，而这就会导致身体消耗的热量减少，从而脂肪就会越来越多。第三个是体内激素紊乱，这就会影响到我们的食欲，使我们吃的东西变多，从而热量呢也会增多，自然就会发胖了。所以如果不想人到中年就发福的话，我们除了要坚持运动之外，也要合理的进行饮食。另外呢，也建议大家能多用菊花来泡水喝，不仅能清热解毒，还能起到减肥的效果哦。好啦，本期内容就说到这儿了，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我们下期见，拜拜。大家好，我是木子，欢迎收看这一期的侃侃养生。心脏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如果心脏出现问题，很可能会威胁生命。那怎么能知道心脏好不好呢？不妨做一个小测试，这个方法就是摸手腕。正常情况下，脉搏的跳动应该是每分钟60到90次，过快或者是过慢都是不好的。大家测试的时候可以平躺，全身放松，保持3分钟，然后用中指、食指、无名指搭在一只手手腕后桡动脉处，呼吸保持均匀，感觉一下自己的脉搏跳动。如果频率正常，说明心脏还很好；如果不正常，最好检查一下心脏。那日常保护心脏还要记住2宜2戒。1、宜补水，每天多给身体补水，尤其是早上起床后，这样可以帮助稀释血液，促进排毒，对保护心脏有帮助。2、宜早睡，如果熬夜对心脏健康是非常不利的，若每天保证早睡，有好的睡眠质量，这样心脏也能够得到很好的休息。3、戒久坐不动，长期久坐不动会影响身体的血液循环，容易给心脏造成伤害。4、戒烟酒，经常吸烟喝酒也会损害心脏健康，所以想要心脏好，最好戒烟戒酒，这样可以减少对心血管的伤害。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一般男性雄激素旺盛，那么这个人看起来就会更强壮、更有魅力。所以呢，雄激素对男性可是非常重要的。那雄激素旺盛的男性大多有3个特点哦，快看看你有没有。第一个，睡眠质量非常好。第二个，手脚温暖，有很强的阳刚之气。第三个，毛发比较旺盛。那男性朋友如果想要雄激素旺盛，可以常吃2种食物哦。生蚝，生蚝也叫牡蛎，生蚝里面含有大量的锌元素，也是所有食物中含锌最高的。锌可以促进荷尔蒙分泌，所以呢，男性朋友经常吃，能帮助补充雄激素，还有养肾护肾的作用哦。枸杞，枸杞大家都熟悉了，用枸杞泡水喝可以滋补肝肾，帮助补充一定的雄激素，所以男性朋友也可以经常的吃点枸杞哦。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木子，欢迎收看侃侃养生。上了年纪，我们的血管会出现老化、硬化的情况。这时疾病也会随之而来，所以血管健康，人才长寿。那么想要保持血管的健康和弹性，日常坚持做好2保持2不要，延缓血管的老化和硬化。第一，保持运动。人如果不运动，那么就会生锈。如果能够每天保持适量的运动，对血管健康呢是非常的有帮助的。建议大家可以进行慢跑或者是快走的运动。第二，保持健康饮食。我们都知道很多疾病都和吃有关，如果能保持一个健康的饮食，按时吃饭，少吃油炸和高脂肪食物，多吃五谷杂粮和水果蔬菜，还有多喝水，有助血管健康。第三，不要熬夜。经常熬夜，睡眠不足会影响身体的免疫力和代谢系统，这时血管很容易出现硬化的问题，所以避免熬夜才能有效的保证血管健康。第四，不要吸烟喝酒，烟酒中含有很多有害物质，会给血管健康造成伤害，所以想要保持血管健康，建议大家不要抽烟和喝酒了。除了上面这些，大家平时还可以多做养护血管的动作，转脚踝，自然站立，左脚脚尖着地，以脚腕为轴转动，左右脚各转20次左右，每天早中晚各1次。
这样转脚踝可以促进血液循环，打通血管，帮你赶走血栓。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如果你还有什么疑问，当人上了年纪之后，可能会面临血液变粘稠、血管堵塞的问题。那血管堵塞怎么自查呢？腿脚可不会骗人，若出现2个变化，就要引起重视了。腿脚莫名的出现麻木，很多上了年纪的人经常会出现腿脚麻木、酸痛或者是肿胀的情况。这时别大意了，很可能是血管堵塞的信号，严重的会影响正常生活。所以当出现这种情况时，最好及时进行检查。腿脚经常感到冰凉，生活中很多人会有腿脚冰凉的情况，认为是气血不足，其实还有可能是血管堵塞了。因为血管堵塞时，血液循环会受阻，而腿脚又处在血液循环的末端，这时就容易使腿脚变凉。血管堵塞是长年累月的，所以大家要提早做好预防工作，养成好的生活和饮食习惯，这样才能保护血管健康。俗话说，血管好人长寿。正常情况下，我们的血管都是有弹性的，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血管会逐渐的变硬、变老，出现堵塞的情况。如果想要知道自己血管好不好，可以抬手试试。先将我们的左手抬起来，抬到心脏的高度，坚持一会儿，然后观察一下手指的颜色。如果手指是鲜红色，那么血管还算不错；但如果手指出现暗红色或者是有发青的情况，就可能是血管不好的表现了。主要呢是因为手指处于血液循环的末端，如果血管出现堵塞，血液流通不畅，手指无法得到充足的血液，手指颜色就发生了变化。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大家就该留神了，最好到医院进行检查。很多人都有早上起床喝一杯水的习惯，这也是很养生的一种方式。但是喝水也是有讲究的，要注意下面这3点，要不然喝了也白喝。第一点，水温不对。早上喝水的水温一定要掌握好，如果太凉会对肠胃造成刺激，太烫容易给口腔和食道黏膜造成损伤，所以水温应该在35到40度是最好的。第二点，喝水量不够。虽然早上空腹喝水对身体好，但是喝水量不够是达不到养生效果的，最好喝到200毫升左右，这样才是最好的。第3点，喝的水不对。有的人觉得白开水没有味道，所以早上喜欢空腹喝一些柠檬水蜂蜜水甚至有的人用咖啡和饮料代替。这些饮品一般都不适合早上空腹喝，所以建议大家还是喝白开水比较好。其实早上空腹喝水并没有那么复杂，只要你喝对了，那么就能够达到养生效果了。好了，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你还想知道哪方面的养生小知识？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我们会在第一时间给大家解答哦。